就在大家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世界变天了。150架美军战机划破夜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被窝里被连人带被子端走。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是刚刚发生的真实一幕。兄弟们，咱们今天要聊的事儿绝对能载入史册，甚至可能改变接下来10年的世界玩法。就在美国时间1月3号的一大早，董王川普直接扔出了一颗重磅核弹，把全世界都给炸醒了。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月2号的晚上，南美洲的夜色正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就在这个晚上，美国人搞了一场名为“绝对决心”的突袭行动。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美国人这次是下了血本，整整出动了超过150架军用飞机。这什么概念？这基本上相当于一场中型局部战争的配置了。战斗机护航，预警机开天眼，轰炸机压阵，无人机蜂群开路，最后是特种部队的黑鹰直升机低空突防。凌晨1点，正是人睡得最死的时候。加拉加斯突然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黑暗，这不是停电事故，这是美军的电子战飞机出手了，瞬间摧毁并瘫痪了整个城市的防空和电力系统。就像恐怖片里那样，灯一灭，猎人就该进场了。这时候，传说中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哪怕是在美国大片里，都得打马赛克的狠角色，搭乘3架直升机神兵天降，直接落在了总统官邸的头顶上。最讽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在马杜罗被抓前的3个小时，他还刚刚送走了一位老朋友。谁啊？咱们中国派去的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两人可能还刚刚把酒言欢，回顾了传统的友谊，畅想了未来的合作。结果这前脚刚走，后脚美军就踹门了。这次会面成了马杜罗这辈子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想来也是唏嘘，这一顿饭竟然成了最后的晚餐。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的说法，整个过程简直顺利的不像话，没有激烈的巷战，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甚至美军这边连个擦破皮的都没有。凌晨2点，美军冲进卧室的时候，马杜罗夫妇估计还在做梦呢，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黑洞洞的枪口就已经顶在脑门上了。据说马杜罗当时就怂了，直接选择投降。随后就像拎小鸡一样，这对总统夫妇被塞进直升机，一路飞到海上的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最后直接打包运回了美国纽约。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5个小时，一代拉美强人就这么成了阶下囚。但是兄弟们，这里面有个巨大的疑点，委内瑞拉好歹也是个主权国家，虽然穷了点，但军队也有几十万啊，怎么就让美国人如入无人之境呢？这150架飞机飞过来，雷达是摆设吗？几万人的卫队是吃干饭的吗？这就得说到那个神秘的代号猎鹰。纽约时报爆了个大料，说这次行动之所以像切豆腐一样容易，是因为马杜罗早就众叛亲离了。他的总统卫队指挥官，那个本来应该替他挡子弹的人，早就被美国中情局给策反了，代号猎鹰。这个猎鹰把马杜罗卖的那叫一个彻底。住所的内部蓝图，哪里是卧室，哪里是厕所，警卫几点换班，甚至马杜罗喜欢穿什么颜色的睡衣，养了几只宠物，美国人都一清二楚。这不是打仗，这是开卷考试啊！而且还有一个更黑暗的交易，据说委内瑞拉军方的高层早就跟川普达成了私下协议，他们给美军开绿灯，默许甚至配合抓走马杜罗，条件就是美国承诺不全面入侵，并且保住这些军方大佬的荣华富贵。这剧情是不是像极了当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手下的将军们拿了美军的美元，直接放弃抵抗，临阵倒戈？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是这次换了个倒霉蛋而已。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这马杜罗到底是个什么人？委内瑞拉又是个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美国人为什么非要费这么大劲去抓他？咱们先来聊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它，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结果他把饭碗给砸了，还把饭扣在了自己脸上。这个国家简直是富得流油，字面意义上的流油。它只有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才2800万。但是它地底下埋的东西能让全世界流口水，它的石油储量是世界第一。是的，你没听错，比沙特，比那些中东土豪都要多，足足3030亿桶。除了石油，它的铝土矿全球第3，镍矿全球第5，还有一大堆金矿、钻石矿。
按理说，委内瑞拉人就算啥也不干，天天躺在海滩上晒太阳，靠卖资源也能过上像迪拜王子一样的生活。但是现实呢，简直是人间地狱。2024年，委内瑞拉的人均 GDP 只有4000多美元，这数据还有水分。实际上，86%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什么概念？就是绝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平均家庭月收入只有230美元，还得靠在国外的亲戚汇款才能活命。这就像一个乞丐，屁股底下坐着一座金山，手里捧着个金饭碗，却在街边要饭，还快饿死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得提到2个关键人物：已故的前总统查韦斯和刚刚被抓的现任总统马杜罗。查韦斯这个人也是个传奇，军人出身，搞过政变，坐过牢。1999年上台后，他搞了一套21世纪社会主义，听着挺高大上，其实核心就3板斧：第一，国有化，把石油、电力、银行、土地通通收归国有，赶走外国公司，没收私人财产；第二，高福利，趁着当时油价高，给老百姓发钱、发房子；第三，反美。天天跟美国对着干，以此来凝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刚开始那几年，油价飙升，委内瑞拉确实过了几天好日子。但是，这种杀鸡取卵的模式隐患太大了。国有化之后，企业全是吃大锅饭的，效率低得吓人，贪腐横行。等到油价一下跌，这个泡沫瞬间就破了。查韦斯运气好，2013年癌症去世了，把这个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小弟马杜罗。马杜罗这哥们儿的履历更有意思，他以前是个开公交车的司机，真的没开玩笑，正儿八经的公交车司机，而且学历也不高，早年还搞过摇滚乐队，后来混工会，搞罢工，被查韦斯看中，一路提拔上来。一个公交司机突然掌管了一个世界石油储量第1的国家，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马杜罗上台后，那是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衣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油价暴跌的时候，他不想着改革，反而想出了一招绝世武功：印钱。既然没钱了，那就开动印钞机，疯狂印啊！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委内瑞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夸张的通货膨胀。2018年，通胀率达到了170万非，我都不知道这个数字该怎么读了。简单说就是，你年初有17000块钱，到了年底购买力就剩下1块钱了。钞票在委内瑞拉真的比厕纸还便宜。大家上街买个菜，不是带钱包，是推着独轮车装钱去，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将近800万委内瑞拉人背井离乡，逃到了周边国家，这可是占了总人口的1/4啊！一个国家和平年代跑了1/4的人，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政权有多失败了。好，背景交代完了，咱们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川普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动手？真的是为了解救委内瑞拉人民于水火之中吗？别天真了，虽然马杜罗是个混蛋，但川普绝不是什么圣母玛利亚。川普这次动手，那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简直是一石三鸟。第一个原因，也是最直白的原因，那就是石油。川普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实在不藏着掖着。他在记者会上直接就说了，我们要让美国的大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修复设施，开始赚钱。以前美国打仗，大家还猜是不是为了石油，这次不用猜了，人家明说了，我就是为了油来的。你想啊，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早就瘫痪了，产量几乎归零。现在美国把马杜罗抓了，扶持一个听话的政府，美国的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一进场，那就是数以千亿计的利润啊！这笔买卖怎么算怎么划算。第二个原因是川普自己的困境。大家别看川普当了总统很风光，其实他现在日子不好过。爱泼斯坦的萝莉岛名单又被翻出来了，据说里面有他的名字，搞得他焦头烂额。再加上俄乌战争立场被盟友骂，跟中国的贸易战又没占到便宜，国内民调一路下滑。眼看着2026年中期选举就要来了，如果共和党输了国会，他剩下的任期就成跛脚鸭了，甚至可能面临第3次弹劾。这时候他急需一场辉煌的胜利来转移国内视线，来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强人。抓个马杜罗，风险小，收益大，还能在电视上秀肌肉，简直是完美的政治作秀。第3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门罗主义的复活。可能有的朋友不太懂啥叫门罗主义。
通俗点说，就是200年前美国总统门罗立下的规矩：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实就是说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谁也别想插手。这几年马杜罗跟谁玩得好？中国、俄罗斯、伊朗。中国的贷款，俄罗斯的武器，伊朗的技术，都在往委内瑞拉运。在川普看来，你一个后院的小弟，居然敢把外人领进家门，还跟我的死对头眉来眼去，这就是在挑战美国的权威。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里写得明明白白，绝不允许域外大国在西半球挑战美国。所以抓马杜罗不仅仅是收拾一个小弟，更是做给中国和俄罗斯看的。看清楚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想抓谁就抓谁，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黑帮老大的逻辑。但是川普干得这么爽，国际社会可就炸锅了。不管是欧洲的盟友还是其他的观察家，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事儿到底合不合法？首先是那个贩毒的罪名，美国说马杜罗贩毒，这可能是真的。但问题是，就在上个月，川普刚刚特赦了洪都拉斯的前总统埃尔兰德斯，这也是个大毒贩啊，证据确凿，被判了4、5年，结果川普大笔一挥放了。为什么？因为埃尔兰德斯听话啊，或者是达成了什么交易。你刚放了一个毒贩，转头又以贩毒的名义去抓另一个毒贩，这双标玩的简直不要太溜。这就像警察抓小偷，看顺眼的就放了，看不顺眼的就往死里打，这哪是执法啊？这就是看心情。再说了，直接派兵去别的国家抓总统，这在国际法上绝对是侵略行为，没有联合国的授权，甚至连美国国会的授权都没有。川普完全是把它当成自己的私人行动来搞，这让我想起了35年前老布什突袭巴拿马抓走诺列加，套路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当年美国那是如日中天，虽然霸道，大家也就忍了。现在川普这么干，吃相就太难看了。西方媒体现在特别纠结，一方面马杜罗确实是个独裁者，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抓了他好像是替天行道。但另一方面，这种丛林法则一旦开了头，以后世界还怎么玩？如果明天普京说泽连斯基是战犯，直接派兵去抓人，行不行？如果哪天某个大国说台湾领导人违法，直接去斩首，行不行？规则一旦被破坏，大家就都没有安全感了。川普这是在告诉全世界，拳头大就是真理，打得过就是正义。这对于2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现在人已经抓到了纽约，那么委内瑞拉是不是就从此走向光明，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呢？我看川普并没有选择那个拿了诺贝尔奖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为什么？因为马查多太有主见，川普觉得不好控制。川普选的是谁？是马杜罗的副手罗德里格斯。这个罗德里格斯本来准备跑路去俄罗斯的，结果被美国国务卿一个电话拦下来了。美国人说，只要你听话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支持你当总统。你看，这就露馅了。美国人要的不是民主，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代理人。这就像当年的小罗斯福评价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时说的那句名言：他虽然是个王八蛋，但他是我们的王八蛋。只要你站在美国这一边，你是不是独裁者，美国人根本不在乎。看看沙特，看看以前的很多例子，大家就懂了。所以委内瑞拉很可能只是换了个老板，以前是马杜罗当家，现在是美国人垂帘听政。对于老百姓来说，或许经济能好转一点，毕竟石油能卖出去了，制裁取消了。但是要想真正实现民主自由，那还差得远呢。而且这种模式还有个巨大的风险，委内瑞拉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军队、黑帮、各种武装力量。现在强人倒了，如果不小心处理，很可能就会陷入像伊拉克、利比亚那样的内战泥潭，到时候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马杜罗被抓，对于他个人来说是罪有应得，对于委内瑞拉人民来说，或许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但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虽然讨厌独裁者，但我们更应该警惕这种想抓谁就抓谁的霸权行径。今天是为了石油抓马杜罗，明天会不会为了别的利益抓别人？当国际法变成废纸，当世界变成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丛林，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安全的。这件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自己强大了，才不会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才不会在睡梦中被人连被子一起端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委内瑞拉的故事，
这也是给所有试图在大国博弈中走钢丝的小国敲响的一记最沉重的警钟。美国时间1月3号早上，川普宣布了一条让世界震惊的消息：在1月2号的晚上，美国出动了超过150架军用飞机，包括战斗机、预警机、轰炸机、直升机、无人机等等，突袭了南美的委内瑞拉。在1月3号的凌晨1点，美军的特种部队抓捕了美国的总统马杜罗夫妇，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此后，马杜罗被带上了美军的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最后又被转运回美国的纽约。这个突发的国际大事背后，到底代表了美国什么样的考量呢？又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呢？严格的说，这次马杜罗被抓不是特别让人意外，因为在4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的8月底，美国就已经调集重兵舰至委内瑞拉。此前已经在委内瑞拉的沿海部署了一支特遣队，包括航母驱逐舰、攻击型潜艇和特种作战舰艇等等，舰只还有超过10000人规模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有意思的就是，马杜罗在被抓之前的3个小时还进行了一次外交会面，对象是刚从北京抵达的习近平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邱小琪曾经担任中国驻巴西和墨西哥的大使，这次去委内瑞拉是准备继续和马杜罗这个老朋友谈合作的。结果呢，双方刚刚回顾完传统的友谊，美国那边就动手了。这次会面也成了马杜罗最后的外交活动。当天晚上刚回家就被抓了。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发布会上公布的细节，这次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代号绝对决心。美国之前通过各种监控和内线几个月来持续不断地对马杜罗进行监控，已经了解了他的居住地点、日常路线、饮食习惯、穿着喜好，甚至是他的宠物等等。在1月2号晚上的10点钟左右，美军开始执行任务电子战。飞机先是摧毁并瘫痪了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斯的防空系统和电力系统，全程被断电，一片漆黑。然后美军的特种部队，也就是三角洲部队，搭乘3架直升机，在战斗机的保护下，在美国当地时间的凌晨2点，美军抵达马杜罗的驻地睡梦中，被惊醒的马杜罗夫妻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包围了。最终马杜罗选择了投降，随后就被美军带上直升机撤离。目前呢是已经关在了纽约，今天就即将被起诉。在整个过程中啊，美军是没有人员伤亡的，但是委内瑞拉方面的伤亡就比较重了。根据纽约报的报道啊，美国对加拉加斯发动的空袭造成了大概8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军人，也包括一些平民。纽约时报还报道啊，这次抓捕之所以如此的顺利，关键就在于委内瑞拉的军方和川普其实已经达成了暗中的协议，他们给美军开绿灯，默许抓走马杜罗夫妇，为条件换取美国不会进一步入侵的。这种承诺其实从2025年8月起，美国的中情局就已经在委内瑞拉部署了一支秘密行动人员的团队，这个团队就是收集有关马杜罗的各种信息的。马杜罗的总统卫队的指挥官其实早就被美国收买和策反了，代号叫做猎鹰。这个内线提供了马杜罗住所的内部蓝图，还包括警卫的轮班时间表等等。所以前天实施抓捕的时候，美军的行动是非常顺利的，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找到了马杜罗。可以说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成功策反了美国的内线，买通了内部的人员。这跟当年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军收买伊拉克的前线将领，以丰厚的报酬让他们放弃抵抗，临阵倒戈是如出一辙的。就在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公布之后，美国的司法部部长邦迪在1月3号确认，马杜罗夫妇即将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被正式起诉，指控的罪名呢，包括贩毒、法持有武器等等4项罪名。关于这次抓捕马杜罗的动机，川普倒也没有藏着掖着，而是说得非常直白。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崩溃边缘，彻底崩溃。与他们本可以开采的石油量相比，他们的产量几乎为零。我们将让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石油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严重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这个国家创造利润啊。说白了就是石油。以前我们常说啊，美军为了石油开战是一种谎言，但这次川普把这种传言变成了事实。因为啊，这不是别人编造的，是他自己说的。但是川普的说话呢是不能全信的啊。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
对，马杜罗动手其实还有别的原因，这些原因我们要从委内瑞拉这个奇葩的国家说起。要说委内瑞拉是一个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国家，那还真不是夸张。老天爷赏饭吃，说的就是委内瑞拉这个南美洲的国家，总面积只有91.6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800万，但是它目前已经探明的各种矿产的储量极其惊人。委内瑞拉拥有3030亿桶石油的储量，位居世界第一连，中东那些土豪都比不过啊！不仅有石油啊，它的其他矿产也非常丰富，比如它的铝土矿是全球第3，镍矿全球第5，锰矿全球第7，天然气和铁矿全球第8。说实话，我们经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但是你跟委内瑞拉比起来啊，家是地不大，但是物真的博呀，捧着这么多的金饭碗，人口又那么少。按理说啊，委内瑞拉就是躺着卖矿，那也早该过上地主家的傻儿子的生活了。但是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委内瑞拉2024年国内的 GDP 只有1198亿美元，人均 GDP 只有4217美元，在全世界排名130名。根据委内瑞拉金融观察站的报道啊，这个国家86%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的家庭月收入仅只有231美元，很多家庭是完全依赖海外亲属的汇款度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它已经属于低收入的贫穷国家，甚至比很多非洲的国家还要穷。不仅如此，在国家管理的层面，委内瑞拉也极其失败。由于长期的独裁统治，外加经济层面实行国有化，导致它的经济常年低迷，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已经有79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家乡，占他总人口的1/4。今年欧盟接收的难民申请者中，委内瑞拉的人是位居首位的。那么这个国家是怎么捉金饭碗，把日子过成了这个球样呢？这就要从1999年查韦斯上台后的一系列骚操作说起了。出身军人的查韦斯曾经在1992年发动未遂政变而入狱，2年后就获得了特赦政变，不仅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反而成就了他的威望。所以他在1999年通过选举上台之后，打造我们熟悉的均贫富的口号，大力在国内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怎么改造呢？他以主权和公平为名，对石油、电力、钢铁、金融、农业等等各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赶走外国公司以及私人企业，还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全国的经济命脉都掌控在行政权力手里面。当时他也正好赶上2000年代国际油价暴涨，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让他通过国有化获得了一波高收益，然后呢又通过高福利、高补贴来收获民心。因此他这种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是我们都知道国有化的本质就是大锅饭，没有市场，没有竞争，从长远来说是一定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自我调节能力的结果，可想而知才过了10年的好日子，伴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委内瑞拉迅速就跌入了深渊。而且由于之前强制赶走外资，导致西方的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益受损，委内瑞拉也就遭到了西方的集体制裁，它石油出口受限，这对于经济单一的国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查韦斯的应对策略呢，就是硬刚到底在意，使形态上全面和西方为敌对，内全面管控修宪独裁，对外联合古巴、俄罗斯、中国、伊朗等等，以融合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查韦斯主义扯起了反美的大旗。但是很不幸老天爷终究还是不愿意再给他500年。就在查韦斯2012年准备连任第4届的时候，他得了癌症，2013年的3月就死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但是他的死却没有为委内瑞拉带来光明，反而是带向了另外一个深渊。查韦斯死后接班的是他的死党马杜罗。马杜罗身贫寒，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他早年辍学搞过乐队，但是才华有限，没有混出头，最后呢就只能转行去当公交车司机。没想到呢，这反而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作为司机的马杜罗热衷于社会活动，加入了工会，很快就在各种运动中崭露头角。80年代的委内瑞拉贫富差距巨大，腐败横行，马杜罗通过组织罢工声名鹊起，完成了从普通司机到工会领袖的华丽转身。到1990年代初，当时还在军队的查韦斯正在策划搞政变，急需军队之外的社会力量来支持他。马杜罗和他就一拍即合，迅速就成了搭档。查韦斯之所以在正面失败之后能迅速的靠选举东山再起，善于搞社会活动，煽动造势的马杜
罗绝对是居功至伟。所以在查韦斯上台之后，马杜罗仕途亨通，从议员到外交部长，再到副总统，最后直接成为指定的接班人。他上台后自然也是有样学样，完全继承了查韦斯那套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毫无起色，一路走低。特别是2014年，油价从每桶100美元暴跌到30美元以下，委内瑞拉的财政呢有95%是靠石油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它的经济的崩盘。马杜罗为了应对危机，只能疯狂地开启印钞机，这又直接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有多夸张呢？2018年它的通胀率曾经飙升到了1698%，488%这个数据你没有听错啊，就是差不多1700。000它是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夸张的通货膨胀。用人话来说啊，你年尾的1.7万块购买力，只相当于年头的1块钱，1.7万只相当于一块钞票，是真正贬值到还不如废纸了。这种经济灾难，再加上美国的制裁，就引发了该国的大饥荒，委内瑞拉的数百万。儿童营养不良医院也没有什么药品，导致婴儿的死亡率激增。面对社会的抗议，马杜罗用了我们熟悉的手段，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又导致了数千人伤亡，没法抗议，也没法活下去。这才造成了这10几年来委内瑞拉的大规模移民潮，有超过700多万人逃亡邻国，成为拉美史上最大的难民危机。也正是为如此啊，这些年委内瑞拉的国内也很不太平。2019年，他的议会领袖胡安·瓜伊多自任临时总统，和马杜罗对着干，引发了国家危机。美国马上就承认了瓜伊多，加重了制裁。但是马杜罗靠军队和盟友，又迅速地巩固了权力，在此后的选举中多次连任。当然，手法我们都是懂的，和前任一样啊，马杜罗也拼命将国家的困境归结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把自己塑造成反抗帝国主义的斗士，但受制于外国的制裁，以及国营公司的管理不善和普遍贪腐等，委内瑞拉的石油产能严重受损。它现在只有正常情况下的1/3，其他的矿产就更不用说了，没法开采，也没有买家，所以金饭碗是一直在，但委内瑞拉也是一直穷。但如果仅仅是如此呢，美国可能还不至于对马杜罗动手。更关键的变量出现在川普上台之后。我们知道拉美地区一直都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院，在这个后院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挑战美国的领导权的国家或者人物的。所以在拉美地区啊，虽然一直都是乱糟糟的一团屠夫民贼大堆，但是因为大部分小国最终都要抱着美国的大腿来求生存，所以只要表面上过得去，美国一般不太看得上这些国家的内政啊，允许你独裁，也允许你贩毒，甚至允许你搞社会主义，但是绝对不允许你挑战美国的主导权。而查韦斯的出现啊，打破了这个前提啊。查韦斯不仅在国内推行激进的国有化，更在外交上系统性的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公开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叙事，并且主动联合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等国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脱离美国影响的政治小集团。这个呢，就是美国难以容忍的了。而马杜罗上台之后还把这种挑战发扬光大，主动深化了和中国、俄罗斯、伊朗等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在经济层面委内瑞拉通过中国获得了大量以石油偿还的长期贷款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目前委国的石油有90%是卖给中国的。在外汇被制裁、美元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是中国来投资维持了它的财政和政权的运作。它和俄罗斯呢，则在能源开发、债务重组以及武器采购上深度的绑定。俄国多次出手稳定委国的石油资产和金融信用，而伊朗则和他在炼油以及规避制裁体系方面和他达成了高度的互助合作。在政治和地缘方面呢，委内瑞拉也公开支持多极世界，为中俄在西半球提供了战略立足点。所以呢，它被美国视为后院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古巴。这些都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想动马杜罗呢，其实也不是1天2天了。他之前甚至悬赏5000万美元抓捕马杜罗，指控他领导贩毒、洗钱等等，而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扶持委内瑞拉的国内反对派，但是呢都没有成功。那么川普第1届就没有干成的事儿，而且之后拜登呢也忍了。为什么第2届的川普要动手了呢？这个就跟川普目前的困境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川普上台这1年来政绩是乏善可陈，国际关系也搞得一团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直
现下滑，他自己呢面临4重压力。第一个就是轰动全球的爱泼斯坦文件，川普是名列其中。这1年来被国内的政治对手穷追猛打，美国的民众包括很多川粉都倒戈追责，这个让川普可谓是焦头烂额。第二就是俄乌战争的立场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他前个月提出来的所谓和平计划28点，他居然是俄方草拟的，成了俄方的代言人，这个在道义上就完全站不住脚了，也让美国的欧洲盟友离心离德。第三就是他在全球贸易战中极度不顺，不仅得罪了大多数的国家，而且也没有捞到实质性的好处，尤其是在和中国的贸易战中，可以说被反过来掐住了脖子，非常的被动。第四就是他在国内大幅度的减福利强硬的移民政策，以及和法院系统的对抗等等，都引发了民意的反弹，让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面临着极大的失败风险。所以川普本身可以说是内忧外患，虽然靠卖虚拟币卖特色权自己赚了不少钱，但是必定火烧眉毛，急需要一个亮眼的政绩来挽回颓势，避免中期选举失败。因为一旦在野党在选举中掌控了国会，那么川普将成为一个无法推行各种政策的跛脚总统，甚至会面临第3次弹劾。在这种囚徒困境下拿马杜罗来开刀，就成了一种非常好的选择。一是可以成功的转移美国民众的视线，缓解国内政治的压力；二是迟早要解决自己后院的这个问题现在呢，也恰好是最佳的时机。第三就是马杜罗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他本身是千夫所指你拿下他可以说是顺应了全世界的民意，不会有多少的反弹。除此之外其实川普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就是他在去年的12月初发表过一份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就反复提到了门罗主义。所谓的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提出来的，他的核心思想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人话就是把美洲划定为美国的势力范围，阻止欧洲强干涉西半球的事务。川普曾经多次提到过门罗主义 core principl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ating back more than 2 centuries and not anymore. All the way back it dated to the Monroe Doctrines.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is a big deal, but we've supersed it by a lot, by a real lot. They now call it the Dunroot Document. I don't know, it is Monroe Doctrine. We sort of forgot about it. It was very important, but we forgot about it. We don't forget about it anymore. Under our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ill never be questioned again, won't happen. 对川普来说国际的秩序并不是基于规则，而是基于实力和控制。他其实是不相信多边协调的，更不在意国际法的象征意义，他只是在意是否存在挑战美国权威的外部力。量在川普的世界观里面呢，任何域外的大国，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伊朗，只要在拉美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美国的权力的挑战。所以呢，在拉美问题上展示强硬，不仅是一种政策的选择，更是对美国依然掌控着西半球的一次公开展示。这种展示呢，其实是不需要合法性的，只需要大家看到被震慑到就够了。当然也确实如川普所料，在抓捕马杜罗成功之后，引来了一大片的叫好生世界上大部分人对于独裁者的痛恨都是一样的马杜罗这样的人，可能也确实配得上这样的结局。但是不幸的就是反对的声音和支持的声音一样多。这是为什么呢？抓捕马杜罗之后西方国家和媒体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这些批评并不是为马杜罗辩护，而是认为川普的行动存在双重缺陷：一是他的选择性动机，二是在抓捕的程序上是否符合国际法。咱们先来说说动机川普抓捕马杜罗的罪名，那是因为他贩毒严重危害美国的利益，而且他是选举舞弊上台的，不是合法的。总统要知道就在上个月，川普刚刚特赦了同样因为贩毒被判刑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兰德斯，把他从美国的监狱里面放了。这个埃尔兰德斯2022年的2月卸任之后，被美国的缉毒局抓捕之后呢，引渡到美国2024年的6月，被纽约联邦法院判处4-5年的监禁罪名呢，就是收受贿赂，协助将400吨毒品运往美国。就这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在美国坐牢仅仅1年半就被特赦了。你现在说要抓另外一个毒贩，这个在逻辑上好像就说不过去了。你抓马杜罗难道也是为了过把抓捕的瘾，然后就把他特赦了吗？再说上台有没有合法性这个事儿全世界的毒夫那肯定都是不合法的包括俄罗斯、朝鲜、古巴、中国
些领导人这些人对于世界的危害呢，其实比马杜罗这个小国总统大多了。但是川普对普京呢是毕恭毕敬啊，红地毯迎接；对习近平万般敬仰言毕。谈我的好朋友对金三胖是勾肩搭背、极力讨好，甚至把前些年残害记者的那个沙特王储也当作是铁杆的盟友。你现在单挑一个马杜罗来动手，这个不就是选择性执法，挑软柿子来捏吗？更多的争议还在抓捕行动的合法性上就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可以直接以某种罪名跑到别的国家去抓人，而且是抓他的首脑。这个呢，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多人想不通但是呢，这个确实是西方媒体普遍诟病的地方。用法律的词语来说就是执法要讲究成去正义，而不光是结果正义。因为川普的这次行动他既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也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授权，他完全是作为总统个人下达的命令，这个人在合法性上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所谓的合法性就是师出有名，哪怕对方是个毒贩，现实中的警察你没有逮捕令也不能说抓就抓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你也不能直接把他给毙了，那就成了法外行刑了嘛。放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你出兵至少要有联合国的授权，或者是本国国会的授权。你作为世界的老大，不能平时要求其他国家遵守国际秩序，尊重国际法和本国的法律，你轮到自己就放飞自我了。否则的话，别的大国有样学样，也找一个罪名去抓那些看不顺眼的敌对国家的总统，那不就乱套了吗？这是西方质疑的核心。当然美国的行动在这方面引起争议，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是35年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同样是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派遣军队突袭巴拿马，抓走了巴拿马的总统罗涅加给出的借口。同样是贩毒，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罗涅加本来是美国扶持的人，他长期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有合作，还拿过美国的经费，后来和美国闹翻了，他不再听话了。他上台后甚至要求美国在1999年前彻底移交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这条运河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这就危及到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老布什最终把诺内加抓回美国，判刑40年那场战争也是开战之后，老布什在通知国会补办了合法性的手续。但老布什时代美国还干了很多主持道义的事情，形象比较正面，还有强大的号召力，大家也就是批评一下就算了。但是川普可没有这样的号召力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也很难让人相信他是出于正义的目的。所以这次老调重弹，以同样的罪名，以同样的手段来抓捕马杜罗，就引发了国际社会上的争议。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的争议呢，更多是集中在川普绕开国会采取军事行动是否合法，你是不是自行扩大权力。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对他国战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是必须通过国会的。但是不管争议多大，现在都木已成舟，马杜罗已经被押解到了纽约，即将出庭受审。那么委内瑞拉的局势是否真的会如川普所愿呢？那可能未必。马杜罗作为一个独裁者确实不值得太多的叹息。但是从现实的角度马杜罗的倒台是否会如川普所愿，或者说如广大吃瓜群众所愿，换来一个光明的前程呢？川普事后的安排恐怕也不会让委内瑞拉的人开心。川普并没有选择刚刚在前不久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这个马查多屡屡向川普示好，但是呢，川普根本就没有考虑他，反而说他不受尊敬，掌控不了局势，所以不能作为一个选择。川普看上的人是目前委内瑞拉的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这位女士呢是马杜罗的副手。本来她在听说马杜罗被捕之后已经准备出逃俄罗斯了，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给他打电话说，他只要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那么美国就支持他继续当总统。而美国提出了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听美国的话，和美国合作。而这个罗德里格斯也很识趣，他已经表态会和美国合作。所以国际政治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虽然很多的吃瓜群众，包括我都希望美国是为了正义，为了民主去抓了马杜罗，但现实呢并不是我没法去拔高从川普的安排来看他核心的思想是想通过军事威慑和政治交易并行，快速重组委内瑞拉的权力结构。一是通过强烈的行动清除最高的权力象征削弱既有的政权的合法性；二是呢，以现在的副总统罗德
里格斯为核心形成一个愿意听美国话的过渡权力中枢。第三呢，就是以石油开发为抓手，引入美国资本，这些显而易见的目的中啊，都是不包括民主。那么美国的目的能够实现吗？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难的。根据有据可查的历史啊，从1946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对外至少进行了81次公开和秘密的干预，包括我们熟悉的伊朗、古巴、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啊。但是这些被干预的国家中，除了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台湾，其他地方真正能够走上主道路的凤毛麟角。事实上啊，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接管方案啊，是低估了他权力结构的复杂性。虽然短期震慑它容易，但是长期控制呢是非常难的，是存在高度失控的风险。为什么我这么说呢？第一，委内瑞拉的政权它其实不是高度的个人独裁体制，它的稳定性啊，并不完全依赖于马杜罗个人过去的10几年里面啊，这个体制在经济崩溃、国际制裁和政治孤立的多重压力下，依然得以存续。它核心的支撑是来自于国内的军方人员体系、非正式的武装组织以及国内的各种既得利益团体啊，它其实就像是中共啊，它是一个庞大的统治集团。你单独清除最高领导人，并不足以自动瓦解这个系统底层。就目前接班的罗德里格斯是否会成为听话的过渡支点，也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他在经济层面呢是相对务实的，但是呢他的统治合法性啊是主要来自于既有的体制的。即便他现在私下里愿意和美方达成妥协，但是很显然他也必须维持一个强硬的姿态，以防止被视为投降。所以以后呢未必会处处听话。第三，委内瑞拉的军队在突袭行动中被收买，没有选择，反抗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屈服，而不是一种长期政治立场的转变。军方的高层在现行的体制中获得了大量的既得利益，所以他支持任何政治方案的前提都是能够保住既得利益和人身安全，不可能主动选择走向美国希望的那种体制。所以马杜罗的下台究竟是这个饱经风霜的国家民主重生的开始，还是动荡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序曲？这个呢就很难说。以拉美国家一贯的尿性啊，就是在顺利中转型的很难啊。别说你是武力强行的安排更大的，可能是接班上来的，只不过是另外一个马杜罗和上一个马杜罗不同的是，各新的人会更听美国的话，不会全面的挑战美国推翻独裁者。或许不难，但之后重建正义却是难上加难。1939年，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啊，他曾经在提到尼加拉瓜独裁者苏穆萨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或许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这边的混蛋。用人话来说，就是美国有些时候啊，不在乎你是不是混，但美国在乎的是不是你站在美国的那一边。所以同样是独裁国家，你看沙特就是美国的盟友，伊朗就是美国的敌人，一个独裁者倒下了，不管怎么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算是一件开心的事儿。毕竟本国人民拿他们没办法，现在总算有一个敢收拾他们的了。说实话，我对马杜罗是毫无好感的，也觉得他罪有应得。只不过在这种快感的背后还藏着很多的隐忧，连川普都没有说这是为了民主自由。所以呢，我们作为吃瓜群众也不要自作多情，强行把这件事儿想象成替天行道。因为如果它本质是黑吃黑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正义了。今天抓的是独裁者马杜罗，那么如果明天换成别人呢？一个人并不是独裁者，只不过是同样让美国不爽的人，是不是也可以随便加个罪名就跨国抓捕呢？这个是非曲直，谁说了算呢？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秉持一贯的标准，网友上官乱有句评论，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啊。不能说你打得过就是独裁，打不过就是兄弟，而真正需要抓的普京金三胖，你又不敢动手，或者是不愿动手，甚至是吹嘘是好朋友。所以这次事件从长远来看大家在高兴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带来的不利影响。说白了，我们假设一下万一将来习近平对台海动，他就直接可以学习美国抓台湾的领导人了，普京呢也可以去乌克兰抓泽连斯基了。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犯罪的借口就可以了。整个世界呢也成为一个强者凭借军事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了。一旦这种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常态化，就会给其他的集权提供同样的借口去侵略或者吞并他国，从而彻底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这可能比一个独裁者带来的危害更大更深远。这些呢可能才是一件看起来是好事的事件背后的最大隐忧。好，今天的评论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见。